娘，茶。这个茶我们真的不喝了。那个情报到底在哪儿啊？就在茶饼里。白纸。哼！拿到情报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就是，吃饱了还骂厨子，念完经了就打和尚，过河就要拆墙了，献了墨就要杀驴，忘恩负义。这情报就是我们给你的。都给老子闭嘴！你不是王大雷，你们也不是红军小分队。女人就是好骗。我们要不是假扮他们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怎么可能取得你们的信任？又怎么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呢？嗯，哼！你和国民党是一伙的。战争时期尔虞我诈这很平常，只是你们女人，哼，太容易相信人了，也太傻了。说，这纸上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？今天要不说出情报藏在哪里，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儿。大哥，别跟他们废话，他们不是人多吗？随便弄死他们一个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看你们招不招？好，我现在就点兵点将，也是给你们点时间考虑考虑，好好用用脑子，要不然可能就没有机会。哎，就是你了！我不想死！我说，老六，你要是敢说，我第一个杀了你！你疯了？情报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为了一个情报，牺牲我们8个人，值得吗？亏我平日对你那么好，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！我不管你们怎么说，反正我不想死。你，娘，女儿不孝了，我愿意和你们配合。好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哼，太好了！快说，这张纸不是普通的纸，这个茶水里面有茶碱。我们把这张纸放进这个茶水里面，就会发生变化。你看，情报是不是出来了？敌人太狡猾了，秩序不行，肯定会抢夺。老大，你带老2、老4，赶紧想尽一切办法把情报送出去。茶园不安全了，我们赶紧转移，去雾山。走，走，走。喂，是我，处长。你现在立即派兵赶去茶园，截获一份重要情报。是截获一份什么情报？共党安插在我军内部的间谍人员供出一份名单，我派出的假小分队已经全军覆没，你务必要赶紧拿回这份重要的情报。是。快！出现了假小分队的情况，裘老夫人和她的儿媳妇们排除困难，在小分队到达茶园之前，已经将情报送到上级党组织。但是小分队在行军途中又遇到了新的情况。
声音。走，跟上。王大雷，喂，王大雷，可找到你们了。哟，这不是银秀姑娘吗？你怎么找上我们的？靠你们的脚印啊！你们留下的痕迹太明显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有2路追兵在追你们呢。啊？你懂追踪啊？当然懂了，我从小就打猎，能不懂追踪吗？你们要是想走出这条路的话，没有我给你们做指导，怎么可以呢？啊，走，跟我们走。错，是我带你们走出去。这里，他做主，我说的不算。能有银秀姑娘帮忙，那实在太好了。哎，究竟是往哪边走？哎，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了敌人重兵把守的地方，可能有你们需要的好东西。哎，王大雷，我知道后山的机关暗道。指导员啊，八哥行动不便，你们就原地等候，我带几个人跟银秀姑娘过去看看啊。难度，当然有难度，没有难度还叫密码吗？你们是吃这碗饭的，我不管你们有多少难度，必须尽快解决，否则我们的战士用生命换来的东西就是一堆废纸。哎，老苏，你不要着急嘛，让我们听听专家他们有什么难处，让他们说一说嘛。我们的难处，主要就是时间太紧迫了。我们即使昼夜不停的工作，1分钟测试1种可能，最快也要15天。15天？你知道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吗？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抓出内鬼，15天之后，我们的会也不用开了，仗也不用打了，这里的一切敌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哎，老苏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小分队里面有个叫小苏的，他和蒋维克一样，都在苏联待过，在苏联期间，他们都从事情报破译工作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把这个情报破译工作交给小分队，您看怎么样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样了。不过告诉他们，时间只有3天。都保持警惕啊！指导员，有新情报。念。速破解查源情报内容，时间紧迫，3日之内。什么？不是，破解情报，师傅不是有专家吗？干嘛这种事情也交给我们小分队啊？不，师部既然把情报发给我们小分队，一定有师部的用意。这是德国的英格玛编码机发出的情报，最快的话破解要15天呢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啊，有一个办法。我在留苏的时候认识一个妹妹，她参加过编码机的制作。破解情报最快的方式就是拿到密尺。如果拿到密尺的话，1天之内就能破解所有的内容。太好，事不宜迟，同志们，我们尽快出发。快跟着，跟着！这边，快跟着！快，跟着！就是在这儿。大牛，你先上。好嘞，来。小心！小心啊，大牛！小心点儿，叨叨。哎，等等。呀，苏姐，一平，好久不见。是呀，好久不见。来，李明说。好，里面请。好。请坐。是这样的，这次我们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。
这是我们小分队的指导员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小分队截获了一份特别重要的秘密情报，但这份情报非常特殊，就连我们小苏都解不开。但是，小苏说认识你，只有你能解得开。你能帮助我们吗？好，我试试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尽快离开这里吧。走。大妞，走。怎么样？真不错。阿良，嘿，阿刘，哎，队长，咱们把他搬走吧。这些都是打我们红军用的，大家别停，找到炸药为止。是。糟了，他们会不会摸到军火库去了？要不要报告师座？来不及了，快，加速前进！普姐出来了，指导员，你看，咋了，指导员？指导员，那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潜伏在我军内部的人员名单出来了，一共有10个，排在第1个的是小分队队长王大雷。这队长怎么可能是间谍啊？我8哥用性命担保。小苏，会不会什么地方搞错了？我们已经试了2遍了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难道密码有问题？看来我要想想办法了。哎，医生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不是王大雷的老婆啊。那以后王大雷可就是我的了。找到了，队长。太好了，这么大的量，整座山都能炸飞啊！你说的没错。队长，引爆的人可能不能活着出去。干活。是。哎，这个我来拿。刀子，快点。拿一个这个玩玩。哎，别碰它！不碰就不碰，你那么大声干嘛？这个东西很危险，一边去。哎，我为什么一边待着去啊？王大雷在这儿呢，我干嘛要走开？都给我闭嘴！吵够了没有？队长，好了，来准备。
二亮，伙子，你们先上，我留下。你是队长，小分队不能没有你啊！队长，炸药是我的强项，怎么可能让你们来？你们先出去，我给你留下。刀子，你带他们先走，跟指导员会合。队长，还是让我留下吧。这是命令。队长，我随后就到。走，服从命令。赶紧走。我留下陪你。哎，快走！你们追我干什么呀？走，快跟上，快！站住！什么人？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陈处长，这里是军事重地，没有师长命令，谁都不能进。你们营长呢？在里边。我们营长吩咐，共产党的小队已经摸上山来了。如果看见陈处长，请他负责堵住共产党的退路。这里就由我们把守，是吗？你们这儿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陈处长，这您还是请吧。连长，带上兄弟，咱们后山转转。是。走，跟上。一平，谢谢你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们的损失就大了。那我也要报恩于姐姐呀，是你们救了我。没想到这次破解情报的任务竟然把你给牵扯进来。哦，对了，你回国这么长时间都在做什么呀？怎么没加入红军呢？我们的队伍里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！你也知道，我不太乐意被束缚，我爱好和平。我不愿意看到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民被战争杀害，所以我宁可归隐田园，不参与到任何的一场中去。注意兵！有国军！你们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紧交枪投降！再不投降，我就开枪了！别开枪，自己人。你是什么人？国民党情报处特工陆一平，代号火凤凰。一平，你是国民党的人。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欺骗了你。我把你当成妹妹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苏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换作是你，你也会为自己的党国这么做，不是吗？其实陈处长为了灭掉你们小分队，已经牺牲掉好几名潜伏在你们部队里的卧底。不过不重要，只要能端掉你们小分队，他们也算死得其所，死得有价值。这些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。落在你们手里，我无话可说。不过你大可放心，我们不会像国民党对待俘虏那样严刑逼供，我们只需要你坦白从宽。如果要我配合你们，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说看。放我走。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指导员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属实，我就放你走。查员的情报是我们故意放出的，这份情报叫做杀人计划。情报已经被加了密码，你们要想知道情报里的内容，就必然会找到苏姐，而苏姐找到我，必然是一条最近的路。所以，陈佩然和我制定这个反间计，一方面扰乱你们红军内部，成一团乱麻，将你们部队的精英骨干隔离审查，到时候你们杀也不是，放也不是，为我们赢得时间，
另一方面，擒贼先擒王，其中一个名字就是王大雷，伺机瓦解你们小分队。让你们没想到的，你们低估了自己的对手，让你们的计划破灭。不过，还算你把情况交代得清楚。我说话算话，你走吧。指导员，指导员，你当真放我走？是。如果我遇到你们的人在为难我呢？我是这个小分队的指导员，我说话算话。你走吧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给大家添麻烦了，请求处分我。小苏同志，我们小分队存在的意义就是解决困难，解决麻烦。你现在可以给师部发报了，说内鬼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继续接下来的任务吧。走。小苏，我不是已经说把他给放了吗？处分我吧。跟上啊！一闭。王大雷他。长官，发现一个弹夹。旅长，他们应该就在附近。告诉弟兄们，给我好好的搜。是，兄弟们，搜！快！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这里一旦爆炸，会很危险的。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不行，我要等到爆炸之后才能离开。你得和我们一起走。他们已经追过来了，你们必须马上离开。队长，不对啊，按照时间来算，应该是炸了，一定是出问题了。我去看看。不行，你带他们走。让我去，我去。走啊，队长。走，快走，走。去那边，快，快坐。
状况吗？没什么情况。海云神去哪儿？大牛，快撤！住！快！不对，是山上传过来的。山上，我们上去看看。走走走！是。王大雷，海云大哥。 王大雷！
我们着火了！是。上！师座，军火库被炸。你说什么？军火库被炸了？是。这帮共军必然经过前面的雾水站，命人假扮红军屠村，挑起寨民和这帮共军的矛盾，借寨民之手除掉这帮共军。说，你们管事儿的是谁？我们首领不在这儿。我们长老上山采药去了。我们首领在另一个地方。首领叫什么名字？月亮山。月亮山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！以后这片地盘就是我们红军的了。谁要是不听话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告诉你们首领，我们还会回来的。听到没有？不想有伤亡的话，就乖乖归顺我们红军。都听清楚了没有？站住！回来！放开我！你冷静点！放开我！冷静点！不要再追了，小心前面有埋伏。听我说，你跟我回去，我替你想办法。撤！走。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都按照您的吩咐做好。我们也死了几个弟兄，还有一个叫董平的兄弟失踪了。我不是跟你们交代了吗？都是自己兄弟，一定要用空包弹。就是按照您的吩咐，等咱们的人来了，换了空包弹。谁知道半路杀出几个女土匪，没等咱们人来，兄弟们就遭了暗算。一群笨蛋！算了，这也是不能预料的事。派个人去，给牺牲的弟兄们送点钱，啊！知道了，处长。还有，啊，把你们这身衣服都给我烧了。是。
是谁啊？他说他是山腰那边寨子里的，今天到这儿来取药，碰到了今晚的事情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石头。石头。那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？你们能打，又有硬家伙。好小子，你倒是挺识货的。要是能有你们手中这样的家伙，就再也不用怕他们那些该死的红军。李尚，给他见识见识。山哥，没有发现石头。有人说石头跟着救人的国军走了，看样子没有受伤。处长，人走了？走了。处长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。那就说说吧。那张地图我看过了，在这片山区大大小小的苗洞山寨不计其数。要想找到那帮共军小分队，犹如大海捞针呢。这话说的不错。那咱那10几个兄弟怎么剿共啊？你以为我不清楚你说的这个情况吗？属下不是这个意思，属下是说，这帮共军实在是太狡猾，我是担心咱这帮兄弟。我不管你担心什么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停下来！是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些个兄弟们很难找到共军，可是不管有多难，我们都不能再从那儿带人出来了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不，属下不明白处长的意思。林生啊，上次剿共失败了，让共军从咱们眼皮子底下逃走了，你不觉得其中的蹊跷吗？处长是说师部里有内鬼，而且是军官级别的，是那种能够掌握重要情报的。难道是谁呢？是谁？现在还不好说。不过，我们不管遇到再困难的情况，都不能再从那儿带人出来了。就算是剿共行动，也要秘密的进行。这是师长的意思。是。那咱们找到共军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操心了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和那儿的石头联络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咱们的眼线。知道了。对了，处长，周汉祥到雾水镇了，听说他们明天就要上山。好啊，这太好了啊！让他给咱们探探路，你派人跟着他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。处长放心，任务已经安排好了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
就算会变成荒凉，来年它还会再生长。你是否记得我们在这许下的心愿？当冰冷的雨拍打我的窗，当金色的希望装点你身旁，看见远方的光，它在为我点亮人朝夕阳的方向。像冬天的雪铺满大地上，当挥别的人们眼泪在流淌。关上一扇门，它为你开一扇窗，热血洒在金色